天地之舟，与六界之边。我来了。 心中有鲲鹏，就一定能飞起来。这也太慢了吧！这哪是鲲鹏啊，这分明就是昆虫啊！怎么样？ 你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的？哎呀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哼，小意思。你可千万别让轩儿看见你用这招啊！他要是看见这些花花草草的，更没心思修炼了。哦，对，等一下。哎，好了，不用了啊，以后这招不用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师姐，你说这一届小屁孩的资质怎么这么差呀？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了。那也不能这么说。哎，那个圣仙令呢？这么好的机遇。 不会无半点过人之处吧？确实可惜了那颗煮鸡蛋了。不过他也不能说全无优点吧？可能是知道自己平庸，所以态度啊、韧性啊，都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！照他这个资质。 我怕是他到老死，都用不上那颗煮鸡蛋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风凭借力啊！是燕雀还是鸿鹄？风雨兼呢？众人之不凡，壮三界浩瀚，轮回涅槃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正式成为黄风谷的弟子。作为掌门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潜心修行，不可惹是生非。你们在这儿的目的，就是修行，而修行的第一关隘，就是筑基。等到筑基之后，不用了，多谢。便可以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，不食五谷，不纳污浊。所以，
即便你们还在练气期，也理应开始辟谷。要不你等会儿再吃吧。坏事，上面说咱们的50回了。你若舍不得山珍海味，老夫还可以酌情饶你。可你连一块饼都舍不下，还怎么修行？谁说修仙就不能吃饭了？我家人都跟我说了，你有个结丹期的师祖就特别爱吃，不管瓢盆都随身带着呢。吃口饼怎么了？不总比饿死强吧？好的不行。这个结丹期师祖怎么缠的？就是，别听他瞎说，胡说八道。真有这么馋的结丹期修士吗？升仙令是祖上定下的规矩，不得更改。你精进修炼，凭你的异灵根，说不定谷内会再赐予你一颗筑基丹的。再次。这次，这300灵石，作为对你的补偿。掌门，我是天舞台比武第一，按门内规矩，就该给我一枚筑基丹。谁让你碰上升仙令的？这颗筑基丹必须优先给他。这是门内的铁律，不得更改。掌门，弟子不服。行了，你就认倒霉吧。掌门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？筑基丹是要先给升仙令的。你跟陈家那丫头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陈家可是有大把的筑基丹啊。怎么，拉不下脸来要？要怪就怪那个升仙令吧。看好，都看明白了吗？大家还想学些什么功法？师叔，从那边第一个开始。我想学敛气术。这个伪灵根还学什么敛气术？敛什么气啊？敛气术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灵气将自己和外界隔绝。练得好，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和气息遮住，不被外人发现。大家看一下。来，好了，来，你试一下。林阁柱，演哪儿了？谢谢师叔。今天这堂课，我们学制服。来试试。
果然招下的味道比晚霞要好。喜欢什么任务自己挑吧。哇，哎，哪个不知好歹的接了百妖园的任务？哎，他难道是不知道马师伯的脾气，还是不知道这些药草的厉害？还能是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那个升仙令呗。没想到还真是他。那他完了，这百药园啊，就是他在黄风谷的最后一站。这百药园和神州谷也没什么区别嘛，就是大一点，没问题。浇根不浇叶，要晒满4个时辰的太阳。照顾这些花花草草，比跟那些尔虞我诈的人混在一起舒心多了。啊，阳光真好啊！你们就多吃多长，多多开花结果，寒力战灵石的大计，就都靠你们了。呀，本来你接了百妖园的任务，哼，我还担心你是被那老叶哄骗。现在看来啊，哎呀，你不仅医术了得啊，你这种植灵草也很有一套。不错。哼。巫师叔，
弟子也是现学现卖，一切还是仰赖吴师叔您的信任。哼，看来上次教你的传音术已经都掌握了。哼，我走了。哎，还没完呢。还有啊，来。舒服，就是这儿。说说吧，这次想换些什么功法啊？都想。弟子天资差，入门的时间晚，想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教你这个法术，看好了。这叫冰冻术。这叫流沙诀，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两个法术。如果大神通之人来施展，能化千里良田为沙漠，凝长江大河为冰川。来，你试试。第一次这就不错了，不要着急。法术威力的大小，本来就是要看施法者能力的深浅和熟练程度而定。你灵根虽差，但贵在勤勉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所成的。谢师叔。我走了。我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叔常来。好。功法还要勤加练习啊！你小子可以啊，把整个药园打理得很好。哎，全靠您的打理心得。我不过是一葫芦画瓢，再加上天空作美，才能侥幸有一点成果。师伯，您种草药这么有一手，想必对炼丹的事儿也很了解吧？胡说八道！弟子唐突。只是我看到那茅屋的墙上，每到晚上便会发出荧光。弟子猜想，应该是炼丹时丹砂蒸腾所留下的痕迹，才敢有此一问。你还有这样的心机去研究这里的东西？哎，看来火还是太轻松喽。师伯，可否给弟子几张丹方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想试试自己炼丹。你呀，真的是想歪了。这些丹方呢，是我研究了10几年的成果，怎么可能随便的给你呢？原始丹方也行，我自己揣摩。一码归一码，药园的考核顺利通过了。不过药园之难不在一时，我在坚持。以后我会每半年来一次，你好好守住药园，干好了，零食就够你去买
任何的丹方了。谢师伯。哎，你若真心想找丹方呢，就准备好灵石，去趟庐山殿找总管说是我老马介绍的。哎，就要告诉别人了。谢师伯指点。这是麓山殿，没有灵石，就敢随便闯入啊？借阅、拓印、租用丹房，哎，在这儿都是要有足够的灵石的。嗯。竟然是筑基中期！我知道你是谁，我是圣仙令魏灵根。师伯见笑了。来，别叫我师伯，我不爱听。我姓许，叫我老许。许老，老许，许师伯，老许，来。炼丹炼气往右。右，你的右。茶叶点击往左。啊，一个时辰一块灵石，记住了，这儿的东西不能随便带出去。弟子谨记。还请徐老别和他人提起我来过此地。师傅，您看这栀子花。这么肥大，要是用沸水煮过，再和干草末混合做成端木豆腐，可是上好的斋食啊！不仅草木可食啊，孩子。这天地间，岩石沙土，朝露晚霞，这一切通通可以服食啊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您给我的口诀，说来听听。致虚极，守静笃。或许就是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得圆满，正是这样的不圆满，才会导致人空虚茫然。只要接受这样的空虚，反而会获得内心中的平静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以后只许采药，所有书籍一律不许再看了。为什么？这几个月修炼速度太慢，要不专心修炼，所有其他的事情一律与你无关。什么书啊！他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咱们还怎么控制他？你闭嘴！要不是我用医术吊着他，他会安安分分的守在这谷中，给我好好的修炼吗？
你这狗屁闲人，就知道啰里啰嗦的扯。要是闲的话，倒是定情的孩子啊！师傅把书都拿走了，都换成了药。师傅为何如此喜怒无常，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以后得小心点儿，不能再把内心想法侵蚀了。那口诀修到第2层以来，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这是什么？这小绿瓶怎么亮了？这东西竟然能吸收月光！看来我的假设是正确的。封闭的门窗阻碍瓶子对光丝的吸引。只有在广阔无遮拦的地方，瓶子吸引光丝的能力才更好，所形成的光团才会更大。虽然不知道这些光丝从哪里而来，瓶子吸入这小光点又有什么用？但这距离揭开谜底，应该是近了一大步。只是为何还是不能打开呢？不是约的寅时3刻吗？哎呀，今日那丽妃与巡夜，能跑出来就不错了。野狼帮的人和七玄门的弟子，那批货的消息打得到了吗？自然，这可是要给秦王府送的生产贺礼。他居然和野狼帮勾结，出卖西玄门，我得赶紧去报信。3日后就出发，这回能接到多少？是。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人看见你和我在一起。我去。哼，不会武功还挺能跑。说好。师傅，让你在谷里好好练功，为什么在这跟人家动起手来了？师傅，徒儿昨晚睡不着，去林子练功，无意中听到他和野狼帮的人勾结，出卖我七玄门。什么七玄门是什么野狼帮啊？人家凡夫俗子斗来斗去，干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命比整个七玄门还贵重啊？为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他真的是奸细啊！为师的话你没有听见是吧？回去练功，尽快给我修到第3层。你们这些混小子从来没把老夫看在眼里啊！以为我怎么样行将就木，又聋又瞎呀？你们知道他的命是谁的？除了我，谁也别想动他一根小指头。
韩立，出事了！有个气旋门弟子从山上掉下来了。师傅杀的。是。师傅，不会吧？师傅杀人了！师傅杀人了！师傅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他为何从不在我们面前展示？是刻意隐瞒吗？还是……你这么心绪不宁，还怎么安心修炼？你最近太懈怠了。风大雨大，早点睡吧。等天晴了，我会下山给你找药。局长，我会一直看着你的。狩猎开始。六级妖圣。先吃我一点。还有点本事。向玄武阵去！成色不错。有道是：山中无岁月，世上已千年。我的故事还要从200年前讲起。哥，快醒醒！娘烙饼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啊，烙饼？哪来的面啊？爹跟六叔正是。说出来啊，可能没人相信。我踏入修仙界的缘由，竟是一张饼，3碗面。来，青牛镇五里沟老韩家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多亏三弟使了3年，只有三叔在七玄门做了外门弟子，成了全村人眼中的贵人。你不是跟老张叔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吗？对于我这样的山村少年来说，考入七玄门是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唯一机会。韩立，对，韩立。这个胖胖的家伙叫张铁，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。吃饼呢？俺有饼，
你也有病？也有病。可以。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，俺爹不让我现在吃。村里的规矩，出远门和办大事前，一定要吃白面烙饼，哪怕是用借来的面。咱家二愣子要是考上了，咱家这面只是还了。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还，这也是规矩。那时我想着，为了还上那3碗面，为了眼前这些人，我一定要考上7学门。立碑的立呗。呸！你们家那才是立碑的立呢，我们家韩立啊，那是顶天立地的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大名了，不叫二愣子，叫韩立，顶天立地的立。今年入门考试是爬山，前7名到达山顶的入门，其余的回家。停！行了，前7名已经决出，你们这些后来上来的都落榜了，回去吧。落选了，家里借的面咋还啊？不行，师兄，不行，师兄。正哥，谁你吃那么多的？你知道吗？少吃2张饼，你也就不至于只拿第9了。那我是第8。师兄啊！铁王装上了。咋了？他是真病了，不是装的。铁王，你没事吧？哪疼啊？莫大夫。你说他爬山前猛吃烙饼，吃了3张呢，又喝凉风，又爬山，要命！没事了，算你小子命大啊！莫大夫可是我们7学门王门主的救命恩人，大神医，还不赶紧道谢？谢莫大夫，谢莫大夫救命之恩，谢莫大夫。莫大夫，还是来挑选落选弟子的。那是明日顾问呐。您看他俩怎么样？就这了吧。跟我走。哇，这地方好美啊！这地方叫神手谷，这是7学门王门主特别拨给老夫的。当年我救过他的命。二愣子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吧？哼哼，那也得看你们俩的造化呀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墙上的字认得吗？不认得。不识字。不识。那你们会什么呀？会种地，师傅。别叫师傅啊，我还没答应收你们做徒弟。你们俩能不能留下来啊？还看接下来的表现。坐下。傻小子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啊？这叫三角椅，想在老夫跟前待下，叫时刻当心着点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洗过澡吗？
爸，海丽，我怎么觉得我晕乎乎的？这手怎么？张铁，醒醒，醒醒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到底是年轻啊，醒得还挺快的。你在水里下什么了？仙草露，臭臭的，你们可以闻闻自己，还臭吗？先前你们身上那个不是汗，是臭味儿，烦人的臭味儿。烦人的臭味儿。男人吃五谷杂粮，日月精华吸不尽，反倒把天地五浊集于一身，当然臭不可闻呐。你们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没有身心气爽啊？二愣子，我真觉得身上有香味儿，脑袋也不沉了。好像是舒坦了不少。你小子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有心眼儿的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们这点小心思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要想救你们，还在海里面，一根手指头就行。不信你试试。不行，这样会被赶走的。谢莫大夫收留，您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处处听话，绝不惹您生气。不要害怕，我这么吓你们，只要你们搞清楚，在这谷中谁是规矩。我的规矩只有3条，第1条，这谷中一应事物，样样都得上心。第2条，别和外边那些蠢蛋来往。第3条，也是最重要的1条，老夫会教你们一套口诀，需要时时练习，不得忘书。如果做不到这3条，现在给我滚下山去，免得浪费老夫的时间。记住了。晨露了倒挺快的，好。很好，我到时要看看你们怎么样兑现。哇，咱们3个人吃6个菜啊！莫大夫，我不饿，我看你们吃。这怎么好呢？肯定是您先动筷子呀。坐下，动筷子，吃。从明天起，就是你们俩伺候老夫了，别再让老夫照顾你们俩。这是啥肉啊？真好吃。不是肉，是春根。春根是啥？就树根呗。春露解体正直，入药利于毛发和肌肤，
采出之后啊，拌生铜蒸熟，蒸熟半日，去成细末，挂在五角南半，晾干，再倒上香油，就可以拿来和馅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有饥荒的时候才吃树根呢。你说的吃是为了果腹，我说的吃是为了修行。修行？你们吃饱了，赶快去歇息吧。明天早上别忘了闻鸡起舞，沐浴焚香，来学口诀。什么口诀啊？还要沐浴焚香？你还有闲心给他们洗澡做饭？赶紧揪口诀，看看有没有灵根吧。别又是些榆木疙瘩。好了，去！哎呦，莫大夫早，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我们刚沐浴更衣完。口诀分为数层，你们要是在3个月之内呢，能把第1层修成了，就可以正式拜老夫为师，然后和戏学门其他内门弟子一样，拿一样的月营。有钱？这口诀老夫可是花了一番心血才得到的，你们要是敢外传的话，老夫饶不了你们，知道吗？不外传，绝对不外传。不识字，我就念一句，你们给我背一句：致虚极。致虚极。急死我了，真是。急。我真跟你急了，哎，真是。手静赌，那是度。赌。哎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，致虚极，手静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师傅，把腰带解了，把外套脱了。运功给我看。无用。看你了。这手怎么像个冰块，和死人一样？致虚极，手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致虚极，手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啊，疼！疼！安静！
总算遇到一个不是榆木疙瘩的了，太好了！以后你就要像现在一样这么努力。从今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